一边去！别在本大爷大喜的日子触霉头，生不出孩子的废物，留着你有何用？如今我儿攀上县城钱家大小姐，你鸠占鹊巢的就趁早腾地方出来！还给我，那是爹娘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求你们了。念想，在我家白吃白喝3年，这些就当抵你的饭钱。这方圆百里全是野兽，今天我就把你扔在这里，让你自生自灭。这鬼地方冻死人！沈父，还有这个老太婆，你们合伙欺辱原主，不仅抢光嫁妆，还在大雪天将人赶出家门。我明明只是意外穿越，怎么一睁眼原主就咽了气，我还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？难道真要冻死在这里？小可怜，你也是被风雪所困，和我一样被困在这死地等死吗？别怕，我护着你。芝芝，人类，太谢谢你了！你身上暖乎乎的，我刚才还以为自己要冻死在雪坑里了呢。我真的能听懂你说话，这能力太逆天了。你别发呆了，赶紧起来，待在露天雪地里早晚被冻死。我知道前面有个避风山洞，里面还有我夏天藏的干果子，我分你一半，快跟我走。芝芝，再往前几10步，那块巨大岩石后面就是山洞，挡风又干燥。再坚持一下，山洞里还有我珍藏的干果，足够我俩撑过这场大雪，可千万别出意外啊！对了，山洞旁边还有我藏的松果和蘑菇干，也都拿出来给他吃。总算到了，这地方隐蔽，风雪进不来，倒是个绝佳的避难所。总算从鬼门关爬回来了，接下来就慢慢规划往后的日子。有山洞，有柴火，还能听懂动物说话。这片荒山未必是死地，等我恢复体力，先去周围看看有没有水源和可食用的野菜，再找找有没有原主记忆里的那些盗猎陷阱，别让小动物再遭殃了。你乖乖在火堆边烤火，我去把我藏的宝贝零食拿过来，很快就回来。这哪里是普通树根，分明是一株品相极佳的百年野山参，放在这个时代，这可是救命神药。小家伙为了报恩，竟然给我刨来了一株极品百年野山参，这下活命的本钱有了。沈父、沈老太婆，你们把我弃于雪地，想让我葬身野兽的狗里，可惜事与愿违。我不仅要在这荒山上活下去，还要把这片死地打造成金心山。你们抢走原主的一切，施家的所有屈辱，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讨回来。百年人参在手，还有听懂兽语的逆天能力，复仇和致富两手都要抓。先用人参换些粮食和衣物，再慢慢发展。谁在外面？立刻站住！我隐居在此茶寮东滩府岸，本以为这女子必死无疑，没想到她不仅活了下来，还和松鼠如此亲近。这松鼠的尾巴蓬松柔软，圆耳朵也太可爱了，好想伸手摸。柔软，圆耳朵也太可爱了，好想伸手摸一把。我是伪装的猎狐，朝廷暗寻去时，必须稳住人设，不能失态。大雪封山，此地野兽横行，是人人避之不及的死地。你一个孤身女子跑到这里来，是活腻歪了？我的去处与你无关，荒山又不是你私人地盘。他还防着我，只是想摸摸小松鼠而已。算了，不能暴露心思。不过这女子倒是有几分骨气，不像寻常妇人那般懦弱。我是住在半山腰的猎户裴征，常年在此山中谋生。这大黄山危机四伏，你留在这里迟早出事。明早雪停，立刻下山。真是个怪人，脸冷得像冰块，行为也奇奇怪怪。看他身手和气场，绝对不是普通猎户，身上杀气太重，多半身份不简单。暂时井水饭河水就好。不过他刚才的眼神，好像一直盯着芝芝看，难道他也喜欢小动物？芝芝这个人类眼神怪怪的，一直盯着我看，有点吓人。不过他身上的味道不难闻，比山下那些坏人好多了。冻伤好了大半，暂时安全了。但仅仅躲在山洞里坐吃山空不是办法，我要利用这座荒山，
打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。不仅能听懂小松鼠说话，我现在体力恢复，得赶紧规划接下来的日子。要是能再多救些小动物，有了他们帮忙，我就能在这荒山横着走了。而且我发现这山里有不少盗猎陷阱，得赶紧清理掉，免得小动物受伤。吱吱，山下的人类坏得很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坏得很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山里还有好多小动物需要帮助呢。东边林子里有只小兔子被夹子夹住了，西边山坡还有只小鹿腿受伤了。好，等我收拾完这里就去救他们。吱吱，你听到了吗？后山有动静，像是有小动物被困住了。吱吱，听到啦，好像有同伴被石头压住了，我们快去看看。多谢恩人救命之恩。这大黄山冬日寒冷，我知道一处绝佳的暖地，我带你过去。这位人类心地善良，救我性命，我一定要把地下公泉的秘密分享给他。那里不仅暖和，还有好多好吃的虫子呢。天然温泉，简直是意外之喜。小穿山甲为了报恩，竟然带我找到了这处天然富矿温泉。这荒山的宝贝也太多了。泡进温泉的瞬间，全身暖洋洋的。这天然的矿物温泉，仿佛有洗筋拔骨的奇效。沈父想让我在这里自生自灭，殊不知我直接在荒山上开启了顶级温泉度假。村模式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穿山甲居然还送了我5颗极品冰川雪莲种子，种在温泉边成熟后就是天价灵药。恩人。温泉日夜恒温，以后再也不用受风雪之苦了。我还可以帮你挖地窖，储存粮食和药材。我挖洞可快了。那就辛苦你了，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。救了金丝猴后，我发现我的感知能力变得更强了。这荒山上的各种走兽飞禽，不仅是小松鼠，连深山里的猛步新生，我也能轻易察觉。有了这种与猛兽沟通的能力，山下的地痞流氓再来挑衅，直接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而且这天然温泉水似乎有奇效，用来浇灌，雪莲的生长速度竟然肉眼可见的变快了。这猴子看着机灵，平时除了香蕉还吃什么吃食？这小猴皮毛顺滑，动作灵动，摸起来手感肯定极好。可惜不能明目张胆去碰，只能旁敲侧击打听习性。等哪天江陵不在，我偷偷摸一下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我也不清楚，他向来自己进山找食物，从不依赖我。不过他好像很喜欢吃桃子和坚果。这家伙每次干活都心不在焉，眼神全落在小动物身上，典型的重度毛绒控，伪装的还挺像。不过看他干活这么卖力，倒是省了我不少力气。吱吱，主人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刚才你转身去取水的时候，这个冷面人类偷偷揪了一下猴子的尾巴，还暗自托笑，样子可心虚了。他还偷偷捡了猴子掉下来的一根毛，藏在怀里呢。原来如此，破案了。哪里是什么高冷猎户，分明是个藏得很深的毛绒花痴。
可恶！那个生不出孩子的弃妇居然没死，还在山上挖出了温泉和人参。今天定要把宝物抢回来！没想到你命这么硬，大雪都冻不死你。听说你在山里挖到了昏泉和百年人参，这山头本就是我沈家的地界，挖到的东西全归我。沈大哥说的对，这女人就是占着沈家的地盘占便宜，赶紧把人参交出来！赶紧把人参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可不客气。休书白纸黑字，你早已将我逐出沈家，此地与你毫无嘎葛。想抢东西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。给脸不要脸！兄弟们，动手！把人扔下山，把人参搜出来！妈呀！熊瞎子成精了！救命啊！老大，这群人类身上气味难闻，还吓我一跳。我能不能一巴掌把他们拍飞？这群小喽啰弱不禁风，看着就没劲，真想直接赶下山。不过老大说不能伤人，那就吓唬吓唬他们好了。别伤人性命，吓跑即可，闹出人命反而麻烦。这点道行也敢上门挑衅？我听到打斗声响，你没事吧？一群跳梁小丑被大壮轻松吓跑了，不足为惧。这黑熊体型健硕，毛发浓密油亮，手感绝对居家，我身为猎户，摸摸野兽合情合理，就摸一下，绝对不会被发现。摸完我就假装去打猎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江灵，这头熊性格温顺吗？会不会主动咬人？性子很乖，只要不招惹它，就跟家养大狗一样温顺。门修好了，我去山中打猎。老大，这个人类绝对有病，摸我的时候手抖得厉害，还偷偷掐我毛发。要不是看他帮你修门，我早一掌拍过去了。莫名其妙的人类，盯着我的毛看个不停，太奇怪了。下次他再摸我，我就往他身上蹭泥巴。反差萌也太要命了，高冷猎户秒变撸熊花痴。自从救了他们，这群猛兽就像通了人性一样，不仅能听懂我的复杂指令，还能像人一样干活。大壮他们以后就是我的得力打工脚了。老大，这柴火太脆了，根本不够我劈的。往后谁敢欺负你，我直接把他扔下山。主人，我们的狼牙永远只为您出鞘。这熊怎么还会系围裙劈柴？这狼怎么还围着它转圈儿？他刚才还拍了黑熊的背，那是我的熊，也是我在意的人。越想越气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这些家伙支开，不能让他们总围着江陵转。山里风大，小心着凉。院子里的柴火不用他们劈，我来。你们这些野兽，不许靠近他3春之内。3日后，本人在县城春风楼举办大婚，迎娶前府千金。你若在荒山饿到走投无路，可来后厨后门，赏你一口残羹淡蔗，让你开开眼界，何为真正的豪门。想借着婚宴羞辱我，沈父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老大，
要不要我直接去把春风楼给掀了？不必。他主动把脸凑上来，我自然要好好回礼，让他颜面扫地。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把百年人参卖个好价钱，换些物资回来。沈少爷如今攀上高枝，真是风光无限，比戏台上的状元还要气派。早就该休了那个生不出孩子的江陵。听说他现在在荒山跟野兽抢食物，活得狼狈不堪。哟，这不是江陵吗？真饿到下山讨饭了，来人，去后厨盛一口残羹炼地，赏给这个要饭的。各位请看，这是我花100两白银购入的10年老参，整座县城都找不出第二株，这就是我钱家的底蕴。这种珍宝，你这辈子连触碰的资格都没有，赶紧滚！10年人参，跟田间萝卜条别无二战，也敢称作宝贝？乡野妇人大放厥词，你可识得人参？我有没有见识？接下来就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开开眼。乡野妇人，你要是能拿出比我这10年老参更好的宝贝，我今天当场把这春风楼的木桌子啃了！百鸟云集，此乃世间祥瑞之兆啊！主人，宝物送到啦！500年野山参黄，500年，这根本不是凡物。我在县城大放异彩，震撼全城，这下名声彻底打出去了。江姑娘，江活菩萨，求您把参黄卖给我，我愿倾尽全部家产交换。今日之事只是开始，沈父心胸狭隘，被当众羞辱后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接下来肯定会暗中使坏，我必须提前防备。芝芝，主人你看，我刚才趁乱从沈父怀里偷出来的，就是他当初抢走的那只银簪，还有这张纸，看着像他贴身藏着的宝贝。谢谢你，芝芝，原主爹娘的念想终于回来了。这只银簪是原主爹娘留给他的唯一遗物，沈父一直贴身带着，没想到被芝芝偷了回来。这下原主的心愿了了，原来是他身体抱恙。这张绝墨墨案可是个好东西，留着以后给他一个惊喜。县衙办案，闲杂人等速速避让。大人，您看，这不知廉耻的妇人，大庭广众这般有伤风化，按律例当严惩。这男人的杀气，怎么比京城的神武军还恐怖？说谁是野男人？想放肆吗？老大，这混蛋嘴太臭，我能把他一巴掌拍飞吗？我的人，也是你这垃圾能指手画脚的？大人救命！大人，此女偷到我岳父家祖传灵药，那株野山参必定是赃物，请大人将她捉拿归案。一码归一码。江氏，钱大夫告你偷盗药材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
我药园用的是上等黑土，只要比对人参根须的泥土，便能定他罪名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既然你们拿泥土做文章，那我就用真相说话。一红一黑，土质截然不同。钱老板的说法站不住脚。他定是偷了人参之后，故意抹上山里红土，掩人耳目。泥土可以伪造，但山林万物的天性，万万作假不得。山中野蜂世代在此生存，只认本土药材长期浸染的独特气息。若是外来药材，他们绝不会靠近。这便是铁证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把钱老板那株10年人参拿过来试试，看野蜂会不会围着它飞。这是妖术，他会操控野兽，不算证据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他藏在身上的东西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当初你骂我生不出孩子，以此休妻。可这张脉案写得清清楚楚，沈父天生绝脉，终生无法生育。真正断了香火的人，是你。你念什么？你毁了我！你这个骗子！你这个废物！不，你居然敢骗到我钱家头上！这黄山是我沈家的土地，他无权霸占。这座大黄山，从今往后归江陵所有。你一个山里打猎的泥腿子，也敢插手官府断案？本官引伏暗访辽东贪腐案，今日之事秉公处置即可，不必多礼。白家与辽东贪腐案牵扯甚深，你只需按律办事，其余的自有本官担着。居然是御前暗巡御史，这位大人手握先斩后奏之权，连3品大员都敢查办，沈家这次是彻底踢到铁板了。没想到白家也牵扯其中，这下可热闹了。大黄山自古便是皇家无主官地，不归任何村落管辖。3日前，我已在州府为江陵办理甲字号永久地契。从今往后，山上一草一木一禽一兽，全都姓江。谁敢擅闯滋事，同罪乐杖。案情真相大白，沈父私刻公章，投毒杀人，诬告良民，数罪并罚，赐配流放古寒3000里，即刻带上重枷，押入大牢。钱大富伙同作伪证，罚没5000。大富伙同作伪证，罚没5000两白银，立刻离开此地。这次真的多谢你了，连州府地契都提前办好了。别自作多情，我只是顺路去州府贩卖兽皮，顺手代办而已。我住在此地，也不想天天被闲人打扰。哎呦呦呦，这小圆耳朵也太软了吧！大壮乖，翻个身让我摸摸肚皮，这手感比贡品羊腰毯还要舒服100倍。每天白天装高冷太煎熬，只有晚上才能尽情撸毛，简直是人生一大乐事。等明天我再给大壮带点蜂蜜，他肯定会更喜欢我。点蜂蜜，他肯定会更喜欢我。江陵，我不仅想摸熊，我还想摸摸你袖子里的寻宝鼠。好死了！大半夜不睡觉，摸来摸去，还凑在一起嘀嘀咕咕，打扰我休息。再吵我就把你们都扔出去！我是猎户，略通兽类医术。刚才看他积食，帮他揉肚子而已。揉肚子，还整个人扑上去揉。哎呦呦，耳朵好软，这句话也是兽医该说的。不许学我说话。我们做个交易，
我每日帮你劈柴、挑水、开垦荒地，守护整座山头；开垦荒地，守护整座山头无人敢犯，还帮你打探辽东贪腐案的消息。作为交换，你允许我每天光明正大撸毛1个时辰，如何？成交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大杭山首席铲屎官，试用期没有俸禄，撸毛就是你的工钱。有了这些通人性的猛兽帮忙，我的荒山度假村正式开工了，而且温泉水灌溉效果惊人，雪莲很快就能成熟了。江陵，你看，江陵，你看这根主梁是我亲自去深山挑选的，比这笨熊般的结实多了。裴大人辛苦了，去旁边歇着喝口茶吧，别跟大壮较劲了，你卷不过他的。长得威风凛凛，性格却是个小憨憨，以后就叫包子好了。爸爸，有了他的加入，大黄山可是越来越热闹了。白若莲怎么来了？她肯定是听说了我在这里的消息。特地来找我的。这下麻烦了，不能让她破坏我和江陵还有小动物们的美好生活。裴征哥哥隐在此处查案，居然天天围着一个乡下弃妇转。我和他自幼有婚约，容貌家世样样碾压他，今天定要让他知难而退。等我嫁给裴征哥哥，成为镇北王妃，看谁还敢看不起我。而且，我爹爹白尚书一直想强办大烘山作为倒卖军械的秘密中转站，我今天定要一石二鸟，把这个绊脚石赶出去。裴征哥哥，我找你找的好苦，你怎么会在这种粗鄙之地干苦力？离我远一点！你身上脂粉味刺鼻，此地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速速下山！裴征哥哥，你居然这般对我，我们可是有婚约在身的。拿上银两，滚出荒山。还有这只小白猫，我看着尚可，一并带走，给我暖手。这荒山我看上了，立刻腾地方。100两银子就想买我的山，抢我的伙伴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。婚约，裴征从未承认过，你别自作多情了。他才满月，你大呼小叫吓着他，我绝不饶你！裴征，你为了一只小兽折辱我，我不会就此罢休的！我要回京告诉我爹，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裴征哥哥，他不仅让野兽欺负我，还要赶我走。我头好晕，要站不稳了。既然白大小姐这么喜欢演苦情戏，那我就送你一场独角戏。金丝猴们，看你们的了。哪里来的泥巴？江陵，你是个妖女！裴征哥哥救我！
丫头，大事不好！白小姐回县城后，动用她父亲的权势，下令全县所有药铺不准收你的药材。谁敢接手，立刻查封店铺！查封店铺，你的药材彻底卖不出去了。我知道了，多谢王大爷通风报报。想用垄断渠道逼我妥协，他只看到街边小药铺，却不知道真正的大客户从来不在市井之间。正好我种的雪莲也快成熟了，一起卖给皇商，能卖个好价钱。被人断财路了，是不是着急了？我可不会哭。你在京城人脉广过，想必知道谁能吃下我的极品灵药吧？今日正午，皇家万安商号大掌柜卢京本县，背靠皇室，根本不惧尚书府。你的灵药若是能入他眼，价格会远超寻常药铺，而且我已经提前给他送了消息，说你这里有500年野山参和冰川雪莲。甚好，牵上毛驴，咱们下山会一会这位豪门千金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你1分钱都赚不到。等你走投无路，自然会跪着来求我。此乃泾县太后的贺岁神药。白大小姐想阻拦，难道你想违抗圣命？我不敢。江姑娘，我出5万两黄金，全包所有药材，包括这5株刚成熟的冰川雪莲。江陵，就算你卖了药有几个臭钱又怎么样？在这县城里，没有我尚书府的允许，你连一块青砖、一根木头都买不到。全县的工匠都受我白家控制，我看你怎么在这荒山上居活下去。是吗？那我们就看看，是你的官威大，还是我的金子香。全城的人听着，我大荒庄园今日起招募能工巧匠，不管泥瓦匠、木匠还是铁匠，只要敢干，工钱是白家给的10倍，包吃包住，顿顿吃极品野味肉食。谁敢来，桌上的金子就是给你们的定金。白大小姐让一让，别挡着我们给江大诗人打工，别管那白家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，跟我上荒山给江老板建庄园去。誓死追随江老板，誓死追随江老板。这次多亏了你牵线，这是你的酬劳。钱财我不缺，我潜伏在此是为调查辽东连环贪腐大案，此事牵连甚广，知道太多容易引火烧身。白家就是此案的核心主犯之一，他们利用职权倒卖军械，中饱私囊，害得无数百姓家破人亡。而且白尚书急需这大黄山作为隐蔽中转点，所以白若莲才会不择手段赶你走。原来他隐居荒山不是单纯避世，还有朝廷重任在身，身份果然不简单。难怪白若莲这么嚣张，原来是仗着他爹是贪腐主犯。主子，急报！白若莲买通狱卒救出沈父，2人联手。沈父掌握早年采集的西域软骨迷烟，
今夜子时，30名黑衣杀手将配合迷烟前来发难。他们还想趁机偷走对您调查贪腐案的证据，不知死活。江陵，带着所有猛兽去后山防空洞躲避，今晚我来御敌。躲？没必要。这大黄山可是我的地盘，今晚我就让他们看看惹怒万兽之王的下场。今夜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这些通人性的猛兽绝不是好惹的。我吹响鼓哨，召唤深山里的金雕群，有猛兽们守住各个入口，这下万无一失了。哼，软骨散入体，猛兽全部失去力气，顺便把裴征藏在山上的证据也偷出来。动我的人，你们今天谁也别想全身而退！敢伤我的猛兽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！把他们全部拿下，一个别放过！太耀眼了，不愧是我裴征看上的女人。救命啊！原本准备亲自出手，结果这群刺客连猛兽的对手都算不上，纯属送菜。江陵也太厉害了，居然能召唤金雕卫队，在本官面前自尽，痴心妄想。按一，将所有活口押送京城北镇抚司，人证物证一并送往狱案，彻查白家那样杀手意图谋逆及辽东贪腐之罪。光送人证不够热闹，金闪闪，带上同伴，把这些残衣、断刀全部空投到尚书府院内，再去泥潭滚一圈，给白家下一场泥浆雨。顺便把我写的这封揭发白家贪腐罪行的信扔到京城大街上。这报复手段比我这个冷面御史还要狠，不过看着解气，这下白家彻底完了。对了，刚才那只大金雕，羽毛质感天下无双。大金雕，羽毛质感天下无双，能不能让我摸一下？就一下，我保证不薅它的毛。满脑子都是撸毛。今晚所有人都要守夜，你去院外站岗，放进来一只蚊子，扣除半个时辰撸毛额度。小姐，天上掉东西了，还有一封信。黑衣杀手全军覆没，怎么可能？江陵那个女人怎么会这么厉害？雇佣杀手行凶，证据确凿。镇北王插手此事，还掌握了我们贪腐的证据。我们白家
彻底完了。好一个吏部尚书，好一个百年官宦世家！朕将大黄山划为皇家禁地，视其为一方风水宝地。白家竟敢私养江湖杀手，纠集亡命之徒，意图破坏、残害良民，勾结辽东官员倒卖军械，贪墨军饷，害得边疆将士食不饱腹，衣不蔽体。这等行径，形同谋逆。陛下息怒，白尚书任职数十载，劳苦功高，或许是其女任性妄为，并非他本意，还望陛下从轻发落。从轻发落，朕今日便告诉你们，这份密折究竟是谁呈上的。你们口中隐于乡野的猎户，可不是普通百姓，此人便是朕一母同胞的亲弟，大魏30万铁骑统帅，镇守北疆，击退匈奴的大魏战神，当朝9000岁，镇北王裴征。镇北王，竟然是镇北王殿下！那位杀伐果断、仅凭一人震慑北疆蛮族的战神，居然伪装成猎户隐居查案。白家这是主动撞在刀尖上，必死无疑了。裴征手握先斩后奏之权，所查案件件件属实。白家纵容子女作恶，贪赃枉法，豢养死士，倒卖军械，数罪并罚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处夺白氏全族官职，查抄所有家产。白尚书秋后问斩，其女白若莲贬为杂役，发配皇家农庄洗刷马厩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所有牵连辽东贪腐案的官员，一律革职查办。小家伙，今天毛发又顺滑了，下次能不能让我多摸一会儿？等我把政务处理完，就给你做个更大的金耙架。身份暴露之事迟早会传到这里，他知道我是王爷后，会不会刻意疏远我？我不想回京城当什么王爷，我只想留在这里，和他还有小动物们在一起。天天围着这群小家伙转，我看你都快忘了自己是个猎户了。山下风波不断，你就一点不好奇？外界纷争与我无关，守着这里就够了。哈哈哈哈！看到没有，连禁军都出动了，江陵那个泼妇私占荒山，肯定要被满门抄斩了。老奴参见镇北王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陛下有旨，请殿下即刻换上蟒袍，回京处理政务。陛下还说，允许您遥领镇北王职权，由副将代管北疆军务，您可以随时返回大黄山。镇北王，当朝9000岁，难怪他身手不凡，还有州府地契、皇商人脉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大佬伪装。江陵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隐瞒身份，我来荒山是为了查贪腐案，并非有意骗你。我真的不想回京城，我只想留在这里。完了，身份暴露，他会不会觉得我一直在算计他？他要是把我赶出大黄山，以后我还怎么撸蒙受？这是我的兵符，可调动30万北疆铁骑。今日我将他压在这里当信物，我不要王府荣华，只想留在大黄山。每日撸毛的约定，我还想遵守。我的天！镇北王居然把调兵虎符当押金！
为了留在这荒山撸野兽，这还是那位令敌军闻风丧胆的战神吗？虎符你自己收好，我养不起30万大军。不过看你这段时间干活还算勤快，将你晋升为大魂山名誉山主兼首席安保队长。当真？那每日撸毛陪包子玩耍的规矩还算吧？算数。另外，你之前说要把镇北王府一半库房搬来修建寿园，这话可别反悔。绝不反悔。来人，传我命令，大峰山周边30里划为镇北王1级禁区，任何人擅入，严惩不贷。我堂堂尚书嫡女，居然落到这般地步。裴桢、江陵，我恨你们！作恶自有天收，仗着家世欺压旁人，如今也是咎由自取。我的儿啊，都是娘害了你啊！当初要是不逼你休了江陵，我们也不会落到这般下场啊！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他虽然刻薄，但也罪不至死。给他点粮食，让他能活下去就行。从此你我两清。主人，英英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新主人身上气息息，好温柔，以后我就赖在这里吃竹子啦。以后就叫滚滚吧，后山整片紫竹林归你当食堂。吱吱，这个大家伙毛好软呀，以后我就在你头上安家了。个头比我还大，看起来傻乎乎的，不过毛确实挺软的，不知道能不能让我摸一下。这是什么神兽？毛色油亮，圆耳朵黑眼圈，简直世间极品！能不能让我摸一下？就一下，我给你买最甜的竹笋。江老板，全城工匠都召集齐了，您尽管吩咐。第一，从山脚到山顶，全部铺设名贵青光石路面。第二，外围围墙加高至3丈，加装金刚倒刺。第三，分区修建温泉池、蒙兽居所、空中堡垒、竹林度假区。第四，修建一个大型地下仓库，用来储存粮食和药材。第五，在各个路口安装预警铃铛，由金丝猴负责值守。3丈高墙，全城皇亲都没有这般规格，这是要修建堡垒啊！不仅是居所，更是我和小家伙们的乐园。钱财管够，工期抓紧。这才是我的打工仔，全是山林猛兽嘛！大家都辛苦了，晚上加餐。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修过这么结实的围墙，就算千军万马也攻不进来。这池子比后山泥坑舒服10000倍，天天泡着都不想走了。水温适宜，灵气十足，在这里修炼
在这里修炼都事半功倍。提前说好，下水必须洗干净，谁带泥巴进来，今晚扣全部肉食。纯金做玩具，这手笔，皇家贵族都比不过啊！力，视野绝佳，外敌一来，我们第一时间发现。竹子香香脆脆，这里就是天堂啦！我的天，镇北王这是送聘礼来了！礼来了，这么多箱子，得有多少金银珠宝啊！镇北王府全部家当，白银800万两，黄金50万两，外加太祖御赐金牌，今日全数带来。我今日不带官职，不带兵马，只求在大荒庄园带资入伙，应聘压寨赘婿。勇气可嘉，考察期1年，先去把后院灵泉水雕满，干活表现决定你的待遇。遵命，王妃老板。他竟然打我！他一个白吃白喝的小家伙，凭什么欺负我？全山庄的猛兽都能摸，我就不信了。我一定要想办法获得他的认可。大黄山第一条规矩，所有猛兽地位在你之上。想争宠，慢慢修炼吧。从雪地里濒死的弃妇，到坐拥整座荒山神兽环绕，短短数月，恍如隔世。觉醒能力以来，本想只求安稳，没想到一步步搞事业，收萌兽，还捡了个反差巨大的战神赘婿，这日子简直圆满。原主曾经的心愿也了了，以后就安安心心在这里过日子吧。朝堂之事我也安排妥当，往后便常驻大荒庄园。朝堂纷争、边疆战事，都不及这里半分热闹。陛下已经下旨，允许我留在大黄山，政务由副将和内阁代为处理。再说了，京城连只像样的猫都没有，哪有大黄山好？你堂堂镇北王，天天在这里劈柴撸兽，就不怕天下人笑话？笑话便笑话。手握重兵，身居高位，不及每日能撸毛，陪你度日来的自在。他终于让我摸了，我太开心了。看来你的努力没有白费。终于找到你了，传说中能聆听万物之音的天命御兽师，竟然在这世俗之地驯化了战神，还造了座乐园，有意思。启程，我们去会会这位御兽圣女。